终于突破先天之境了。师傅，师傅，乖徒儿，如今你已入先天之境，是时候下山了。照片上这位女子，乃是我一位故人之后。如今此女大难将至，已下山祝她平安渡劫。哎，师傅，你不是说了吗？武道强者不得干预世俗之事，难道你老人家忘了吗？我们早已超出武道高手层面，不受世间任何规矩束缚。去吧。那老头儿，走了啊！我的婚姻，我自己做主。林振斌是什么人？江陵臭名昭著的黄花公子，纨绔大少。爸，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嫁给他。陈氏医药集团首席总裁陈可辛女士于今日召开记者会，宣布集团最新研发的天药已通过临床人体实验。据悉，天药能够让人延年益寿，减缓衰老。截至10点整，陈氏医药集团股价持续上涨，市值突破万亿。延年益寿，延缓衰老。女儿，你这是亲手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这跟嫁给林振斌有什么关系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天药属于跨时代产品，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道理，你应该明白。如果不寻求庇护，境外势力渗透进来，我陈家顷刻间就会覆灭。就因为林家出了一个所谓的花季宗师，我陈家就必须委身屈服在林家之下吗？没错，只有你嫁给林振斌，才能保我陈家平安。可是爷爷不是说过了，会帮我解决这件事情吗？你爷爷都隐退江湖几十年了，这世道早就变了，他拿什么解决？可心啊，听说你跟伯父吵架了，好事来后门的。滚！陈小姐，对我们林少说话客气点。不管怎么说，现在你们家有求于我们林少。上牛。可心啊，我知道你不想见我，这样，你把这杯酒干了，我立马就走。喝酒吗？今儿酒吧来了批漂亮小姐姐，包你满意。真的？这城里的女孩，这长相，这身材。老头的任务也不仅这一时半会儿，要不然哥，你可别犹豫。这老头不厚道啊！现在才让我下山，现在的风气都这么开放了。哥，看我们这环境好吧？你不管了，我自己随便转转。哎呦，可心啊，喝醉了吧？我送你回家。我的头
怎么没有？林正斌，你在这里做了什么？哎，林小姐，你可不要冤枉我们林少。哎，这酒吧的小仙女也太主动了，不会是看上我兜里的700块钱了吧？那可不行。救我！这怎么和照片上的女人长得一模一样？小子，这是我未婚妻，你少管闲事。你的啊，我不认识他们，快跟我走！啊，那你也听到了，这小仙女说了，她不认识你们，要不然，你敢劫老子的婚姻？弄他！哎！他没事来事了，你装炸弹了！没事吧？哎，你别呀！哎，你先等等，我送你回去。原来如此，这被人给下药了。看来得帮他把体内的药性逼出来，不然他这个小身子板可遭不住啊。你打我干什么呀？昨晚的事儿，我也是被迫的，我。禽兽！哎呀，我这被迫的，这都是误会，你得听我解释呀。昨天晚上其实是你在下面。你要敢往外多说一个字，我割你的手！我陈可欣冰清玉洁，守身如玉，没想到最后被一个陌生人捡了漏。米莉，过来接我，只许你一个人。这可怎么办呀？占我便宜呢，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给你2个选择：一，那我把你给阉了；二，当我的挡箭牌，以后给你一笔钱。挡箭牌，看来我有大麻烦了。不过正好可以用这层身份暗中保护他。这钱呢就免了吧，你能给几个钱儿？钱就不要了，你放心，有我在，任何事情都能迎刃而解。1个月100万。
求你让我务必保护你。陈总，你们。不是你想的那样。昨天晚上着了林正斌的道，是他救的我。不是，就算你要报答他，也没必要以身相许吧？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陈总，你还别说，这小哥哥还挺帅的嘛。反正你也失了身，要不你就直接嫁他得了。那林正斌不就没戏了吗？低调，低调。闭嘴！他一直都这么凶啊？废话，陈总的清白都被你给毁了，他没有把你给淹了，已经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穿好衣服，跟我回家。林先生，请用茶。林先生久仰大名。哦，可惜他是谁？我男朋友。胡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林家派来的保镖。我才不要什么保镖。林时渊，林先生是一位入境高手，有他在，普通人进不了你身前实战。陈总，入境是什么意思呀？武道高手分为3大境界：入境、内境、化境。入境者可徒手分金炼石，力大无穷；内境则内外兼备，有以一敌百之能。以一敌百，这还是人吗？小丫头，这个世界很大，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区区入境、内境，在化境面前根本不算什么。说到化境，这武入化境自成宗师，可内境外放，遇水不溺，遇火不焚。10步之外，吐气杀人。在佛门可称菩萨，在道家称作真人。那这岂不是仙人了吗？却与仙人无异。陈东有所不知啊，在这化境之上，还有先天之境。一入先天，我命由我不由天，只有这先天之人，才配称得上仙人二字。哦，可我却从来没听过先天之境。因为陈东是生意人，与我们武界是2个圈，何况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有100年时间没有诞生过先天高人啊！是你，你还敢出现在老子面前？这边怎么回事？没事，见过。老陈，我们今天来呀，就是商量一下郑兵和令千金的婚事。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各位，请先入座，酒菜马上就好。林总，林阿姨，我恐怕没有这个福气嫁入林家了。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可惜，我不知道你什么脾气嘛，随便找来个挡箭牌就能破坏陈林两家的联姻吗？我们已经有了夫妻之实，怎能算是挡箭牌？可心，开什么玩笑呢？咱们先吃饭啊！来，请。来，感谢款待。坐。好。
这小子是对我动了杀心呢。来，多吃点啊。你这是怕我死得不够快呀？敢架老子的梁，老子一定让你生不如死！呀，你这可能是郑斌吃坏肚子了啊！郑斌，怎么回事啊？不知道，人有3急嘛，难免。怎么回事？怎么突然控制不住自己？哎呀妈呀，还真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呢。大家见笑了。哪里怕？丢人现眼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是忍不住啊，邪了门了。陈总，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带他们回去了。这，那改天我们再约。好，慢走啊！别送！笑什么笑？笑死我了！你们刚才看到了没有？那林振斌啊，都恨不得找条缝钻进去了，简直活该！真是老天有眼。我们干什么去？挡箭牌呢，就要有挡箭牌的样子。约在外边，丢我的脸。这一排都拿进去试试，这一排也不错，也试试。好的，米小姐。这么多，换，下一套，继续换。把他试过的所有衣服全部都包起来，这卡里有50万，剩下的等事成之后再给。还有一把别墅钥匙，你呢？以后就住这里，我偶尔回来住。把我害这么惨，算你老良心啊！什么意思？你爸不是说吗？林世渊是入境高手，你就不怕他趁此机会把我给那个了？这就是占我便宜的代价。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也可以把你给阉了。把我阉了，你舍得吗？臭流氓！我要他死！我要他死！好，对了，这事不能告诉我爸爸。我会让他永远从陈小姐身边消失。喂，小家伙，我想见你一面。我在四海公园的西风亭等你。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你应该就是林家的那位高手了吧？想必这也是你们主子的意思，对吧？他敢来吗？放心，他一定会来，因为他明白被我这种高手盯上，他逃不掉的。小伙子，你还真敢来呀！该说你勇气可嘉，还是不知死活呀？我有何不敢呢？怎么，我难道还怕你吃了我不成？再说了，被你们林家盯上，我也跑不掉吧？
是个聪明人，不过既然知道我是谁，就不怕我杀了你。废话少说，你不会让我来是试探我有没有勇气的吧？很简单，要么离开陈小姐，要么死。那你就不怕陈可辛小姐知道了？知道了又如何？你不会因为一个陈可辛就能罩得住？对于内劲高手来说，杀死你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你永远不知道你的对手有多强大。那如果我不想离开陈小姐，还想活着呢？那就只有让你消失了。有点意思，不过还不够，10步之内我就能杀了。哦，是吗？那我倒想看看你怎么杀我。打了我这么多拳，也未伤我分毫。什么狗屁入境高手啊，也不过如此嘛。你敢怒啊？如你又如何？打了我这么多拳，接我一招如何？不好！抓完逼就想跑啊？废话罗叶，切回兵，这是化境征兆。这是化境宗师。化境宗师，准确的来说，我应该是你口中百年难遇的先天之境。不可能！先不说能成化境宗师者，我不是修炼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绝世天才，光这世道，元气稀薄，万法凋零，就已经无法再生出新的先天之境。这世间什么时候多了一位如此年轻的先天高人？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对不起，您拨打的。这个坏蛋，电话一直打不通，干嘛去了？你不是给了他一笔钱吗？说不定他现在在酒吧放纵呢。别忘了，你是在什么地方认识他的？这该死的混蛋，气死我了！这个王八蛋，给我打电话干什么？药片快放！可心，对我不要有这么大的敌意嘛。再怎么说，我也是你鬼保护。我可配不上你林大少。没事，别来恶心我，挂了。你要是敢挂，就见不到那小子最后一面了。你要敢碰他一下，我跟你没完！我在四海公园等你，今天晚上我请你看一出好戏。江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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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还真挺关心那小子。要是以后还有人说他是你的挡箭牌，我还真有点不信。这件事情跟江宇没有关系，他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绝对会把天耀的国家代理权交给林家的死根。我林家不敢要的东西，整个江宁还有人敢要吗？林世渊是我林家3大内劲高手之一，有以1敌100的能力。至于那小子挡箭牌的身份，无关紧要真假，我只知道你找一个，我杀一个。杀我不敢找位置。我发誓，你要敢碰他一根头发，林家永远也别想染指天耀。林世渊杀一个普通人不会超过10步之内的，这点
我估计已经把他脑子给扭下来了。林叔，怎么才来啊？林少，你是在跟我说话吗？你怎么还活着？怎么，很意外，还是很惊喜啊？难道林叔没有在公园里找到你？可能他迷路了吧？江宇，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没事儿，那个林世渊，对，那人给我打电话，让我跟他谈个事儿，什么事儿？我这就来了。哼，你这死货！你明明知道林家是武道家族，怎么还傻乎乎的就送死啊？没事儿，跟我回去。让你们走吧。哼，林大少爷，不妨你给你的好叔叔打一个电话，看有人接吗？走。我的一群饭桶，关键是个掉链子。还好你运气好，没有碰见林世元。你知不知道，你刚才在拐木怪走了一道？我遇到他了。那你为什么还活着？我把他杀了。我把他杀了。江宇，你能不能别老吹牛了，也不怕闪着舌头？据说林世元突破内境多年，一身境界，经过无数日夜的捶打，早已精纯至极，只差一步便能舞入化境，自成一代宗师。江宇，你一个普通人，林世元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扭断你的脖子。友情提示啊，陈总平生可是最讨厌谎话连篇的人了，特别是男人。好好开车，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我说的是实话，你不信我也没办法。这是之前承诺的尾款，拿着钱离开吧。看来你是要赶我走啊！我说的话，你是真不信。我讨厌说谎，仅限于我在乎的人，而你一个挡箭牌，说的是真是假，我不在乎。既然你不在乎，那你为什么要来找我呢？我出现在这里，是不想因为自己的原因害你丢了性命。江源，你还是走吧。不是每一次你都能这么幸运，是我低估了林振斌心狠手辣的性格。我不想害了你。看在你掏心窝子的话上，我就怎么回事？江陵3大豪门世家共同出资1个亿，请我们出手，到头来就是为了暗杀一个女人。一个普通女子能让冯兄这位化境宗师以及我内境巅峰的高手同时出动，足够笑傲此生了。其实也不尽然，他们研发出天药这样的神奇之物，看来也不是一般的普通人。况且我听说林家也已派出了内境巅峰来保护此女。你我兄妹2人联手，林家那个老狗不足为惧。听说这小丫头是江陵第1美女总裁，可惜了，有人不想看见天药落入林家手里，只要杀了这个关键者就可以破局。车都被撞成这个样子，里面的人啊，恐怕早就死透了。高
才我开炮射击的时候，还以为车里有高手，现在看来，草包罢了。是吗？是吗？好小子，你故意伪装成受伤的模样，好引我们出来。但你身上没有一丝内劲气息的流淌，看来也就是个普通人。不过，这车撞得如此严重，你却毫发无伤。看来陈小姐还蛮抢手的嘛。什么意思？林家不惜一切代价想要娶陈小姐，现在又来了一个武道化境、内境巅峰，你说陈小姐不抢手吗？普通人，你怎么知道有内境巅峰和化境的存在？谁告诉你了？我是一个普通人。上神弄鬼！连着我跟冯兄都没有在你体内感受到内劲的痕迹，这不是普通人是什么？亏你们还是武道宗师，连我的根脚都看不出来，真的是侮辱了宗师二字儿。不过你看不出我也很正常，不过只有2种可能。这第一，我确实是个普通人。那第二呢？这第二啊，可能是我的内力凌驾于你们之上。也对，低阶修为者怎么能看穿高阶修为者呢？放肆！我一练就武入化境，你若是修为比我高，岂不是说不到30岁就已修炼成了先天之境？说不定他只是通过什么渠道接触到了武界，而对于武界的一些东西略施皮毛而已。你拖延时间也好，有其他的算计也罢，说完废话，我就该送你上路了。刚才这小子对冯兄再三的出言不逊，他的命就交给冯兄了。3分归元气！生命永康，化境一期，你小子比我末劫还苦！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世上怎么可能有如此年轻的先天之境？我尼玛！快跑！都说我是先天了，你们还跑不掉吗？先天高手，杀人于无血。中了我的梵天计，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也是必死无疑呀。我现在终于明白师傅为什么让我下山保你平安了。他们头部受到撞击，导致暂时昏迷，没有什么大碍。谢谢。好疼呀！醒来了。好了，忍着点儿，已经报过警了。陈大小姐，你还真是万众瞩目啊！这么多人都盯上你了。那当然了，陈总可是研发出天药的天才美女。天药？什么是天药？服用天药的人可以减缓容颜衰老、延年益寿、青春永驻。那不就是驻颜丹吗？我一炼一代法，还真当一好东西呢。不要说的天花乱坠，满嘴跑火车。这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让人青春永驻。那也差不多了嘛。还有你，不该问的别问，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安全。这肇事者身份也太神秘了，连警察都没有找到线索。放心吧，他们跑不了。你以为你是谁啊？难道你比警察还厉害？山人自有妙计。
冯兄，我们以前不知跑了多久，我这一身内劲也该耗光了，我们也该停下了吧？这都是你靠着走捷径，强行提升修行修为带来的结果。冯兄，见笑了。冯兄，我有几斤几两，我知道，但你贵为华强宗师，名震江南一带，怎会？你说是逃跑吗？哼，我们要是跑得慢，刚才就已经是死人了。冯兄，我越想越不明白，那小子容样年满30都不到，怎么会是传说中的先天之境？难道他党娘胎里就开始修炼？这不可能！冯兄，难道我说错了吗？说实话，我也看不透他的底细，因为我也没有见过先天之修。难不成我们被他傻了？骗得了你，却骗不了我呀！刚才在与他面对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了被死亡笼罩的恐惧之感。算了，还是先给3大家族打电话吧。毕竟我们拿了他1亿的酬劳，不管成败，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喂。冯兄，救我！隔空杀人，这就是先天之境的手段吗？江远，外面有美女，看得这么入迷。陈总，依我看，他是被吓傻了吧？没事儿，你也死了2只蚂蚁而已啊。女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儿。看来这次盯上天耀的人比我想的还多。按照他们得不到就要毁掉的性格，这次遇袭只是开始。他们越疯狂，证明这天耀的分量越贵重。天耀背后是万亿财富，利益会让无数人铤而走险。女儿，只有和林家联姻，只有得到林家的庇护，才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想让我嫁给林正斌，做梦！你是我世上仅剩的亲人，今晚的事我绝不能让它再发生在你身上。这场婚姻你拒绝不了，我宁愿死，也绝对不会跟那个纨绔子弟有任何关系。你是要气死我呀？难道为了陈家所谓的安全，你就要亲手把自己的女儿推入火坑吗？我这是在保护你。不就一个小小的林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不会真以为和林家联姻，你们就能高枕无忧了吧？放肆！这里哪有你说话的资格？救你女儿的人是我，而不是所谓的林家。你觉得我有资格吗？小子，林家可是传承100年的武道世家，在战乱年代，林家可谓盛极一时。就算现在重心掌为经商的林家，也是江陵第1豪门。你呢？你算什么东西？哎呀，这武道世家在战乱年间，确实能以武定天下。不过现在这个年代，规矩太多了，到处都是约束，已经大不如前了呀。哼！况且现在林家还出了一位宗师榜排名第10的化境老祖，你一区区井底之蛙，懂什么天地浩瀚，还在这儿口出狂言。林家不行，那你一个不满30的混小子行？放肆！哼！女儿，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查出暗杀你的人。既然你已经知道林家的底蕴，还不选择离开吗？我不想连累你，那天晚上的事情就当没发生过吧。给你的钱还不够？对，我的意思是，我会对你负责的。那天跟你说的话，我一定会坚持的守下去，保护好你。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希望你别后悔。
江宇，你真的决定了吗？决定好了。怎么？是不是被我感动到了？你能不能正经一点？我不是，我挺正经的。陈总，如果我有一个这么不离不弃的男人，我肯定非他不嫁。哦，慢点，慢点。想要当我的挡箭牌，那就彻底一些。你如果选择留下来，我会当着整个江陵宣布，你是我男朋友的身份。行。那我可不可以？不可以。不是，我还没说要干什么呢。什么都不可以。我还会宣布，你跟我已经在酒店同床共枕过。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啊，没安好心。怕了，林家最重视门风，而你把林大少爷的未婚妻给睡了，林家颜面尽失，你觉得他们会怎么对付你啊？我天哪！哎，你别说，哼，最多还真是妇人心啊！你这么做是想搞死我啊？你不是天不怕地不怕吗？顺便告诉一下你，我不一定保得住你哦。这样子的话，你还打算留下来吗？当然，你不是说了吗？我们同床共枕过。油嘴滑舌，我倒要看看你付不付得起这个责。爸，你们这么着急把我叫过来，是出了什么事儿吗？可惜，好点了没？在医院休息了一夜，好多了。昨天夜里，江陵死了一位化境宗师，现在整个江陵一片混乱。不是说化境宗师有一种不可思议的能耐，很难被杀死吗？相传误入化境，会注入真元，炼制一块命牌，平常供奉在家族或至亲之人身边，以便随时关注化境生死。一旦命牌破碎，就意味着这个化境已经生死道消。难道说那位化境的命牌已经破碎了？没错，他叫冯飞龙，成名已久。他的死在江陵一时激起千层浪，现在大家都怀疑是林家老祖做的。这冯飞龙是化境，林家老祖也是化境，按理来说他们两个应该差不多呀。他们不一样。同为化境，林家老祖更为强大。相传，当年林家老祖久困内境巅峰，20多年未曾突破，心灰意冷的他就离开林家，想要云游各地，寻找突破契机。陈总，那然后呢？没想到林家老祖多年回来，居然已入化境，并且还修炼了极为强大的功法，让他在同等境界中名列前茅。林家老祖好像是叫林破军吧？林破军，这名字怎么这么耳熟呢？哼，林破军名震天南省，你们这些普通人偶尔听过他的名声，也算平常。也是，像这种小人物记不得也正常。按照这么说的话，放眼整个江陵，能够杀死冯飞龙的只有林家老祖了。可惜，你准备一下，今晚和我一起参加林家宴会。宴会上，林家老祖会亲自出面澄清，给大家一个交代。这林破军都这么强了，如果不是他做的，他为什么要解释呢？因为有人制定了化境宗师不得出手的规矩，就说明白，上面怪罪下来，强如林家老祖也难以承受这样的结果。哎，你把手机。今晚你跟我一起去啊？要不吃个葡萄？
真是个死鬼投胎。陈总，你不觉得他很有趣吗？久闻陈总大名，我敬你一杯。陈总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成就，未来整个天南省都会有陈总的一席之地啊！各位谬赞了，来。可惜啊，今日林家酒会，我们啊还有一件大喜事要宣布。走。不知道林阿姨找我什么事儿啊？当然是你跟郑斌联姻的大喜事儿啊！各位，今日林家酒宴，除了老祖之事，我们还有一件喜事儿公布于众，那就是陈可辛小姐和我儿林振斌的婚姻大事。如果陈可辛和林振斌联姻的话，那么天耀势必会落入林家手里。林家若是得到天耀，到时将会成为天南省名副其实的第一好男人。走着瞧吧，如果林老祖拿不出足以服众的钱，我怕今晚林家我收场。正好呢，我今天也有一件大事要跟大家宣布一下。我也有个消息要告诉大家。怎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林阿姨，我恐怕没有这个福气嫁入林家了。你在说什么呀？哎，因为我已经有男朋友了。你想告诉我呀？怎么？怕了？不打了？那又如何？就算恋爱，也是可以分手的吗？陈小姐，恋爱不同于结婚，人往高处走嘛。林家才是你的正确选择。混账！还不快给我回去！我自己的人生，当然我自己做主。想让我嫁给林振斌那个纨绔子弟，做梦！林阿姨，你还是重新替林振斌找一个愿意嫁入豪门的女人去。你给我住嘴！不知道从哪儿找来的挡箭牌，你还想假戏真做呀？挡箭牌？如果他是挡箭牌的话，你觉得我会和他发生关系吗？你在胡说什么？我说，我已经和江云有了夫妻之实，只是你们不愿意相信罢了。而且，我一个女人，难道会在公开场合拿自己的清白名誉开玩笑吗？陈可辛，你够狠的，利用我如此侮辱林家，接下来只怕林家恨不得把我生吞活剥了。罢了，事后给他一笔钱，送他离开天南，出了天南省，林家的手再长，也找不到他的下落。你这个逆女！陈伯峰，她可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这打下去，不心疼吗？你小子，我的家事你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对你已经够仁慈了，再破坏我们家事，小心我弄死你！想要破局很简单，把你杀了就好了。林家护卫何在？我弄死他！看来今天不废掉你是不行了，就当是为民除害了，免得你啊以后再去祸害社会。振斌，完了，陈总，你能不能想个办法救救他呀？我能有什么办法？这小子胆子太大了，他竟然敢当众废了林振斌，他可是林家老祖最疼爱的孙子。不过好像还挺解气的。林家的目的无非就是天耀，大不了我把天耀配方交给林家，还江云一条命。振斌在江陵臭名昭著，祸害了不知道多少女人，这下报应终于来了。这出戏当真是精彩。这小子以后恐怕没机会行房事了。振斌，你没事吧？小子，
我儿，竟让你血债血偿！所有后果，我和江瑜一起承担。林家这么爱做仗势欺人的事吗？黄有为，黄有为，乱扣帽！什么叫仗势欺人？刚才是你儿子要杀人灭口在先，那小的只是正当防卫罢了，总不能让人站在这儿引颈带路吧？想要杀人，就要做好被人反杀的准备。废了林振兵，留他一条命，这人家呀，已经是手下留情了。狗咬狗吗？和林家如此敌对，自然不想看到天耀落入林家手里。上次暗杀陈可辛的画技，十有八九是他们派来的。黄有为，苏大富，敢来林家挑衅，你们是不想活了吗？哎呦，话可别说的那么难听，我们只是看不惯林家的做事风格，站出来仗义直言罢了。打了小的，又出来个老的。都说林振兵是林破军最疼爱的孙子，还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呀！你什么意思？还能什么意思啊？上面早就在5界定了规矩，画境不能出手。林破军倚仗自己的身份无法无天，竟出手杀了宗师冯飞龙。今晚小的一言不合就想杀人，强取强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这位画境宗师是老祖杀的。在整个江陵，谁不知道只有林破军才具备斩杀画境的实力？难道林家出了一位画境，就能横行霸道、胡作非为了吗？要是今晚林家解释不清楚的话，我们倒想问问上面，是不是其他的画境宗师也能效仿林破军？原来今天你们来林家，就是趁着冯飞龙之死借题发挥。难不成这冯飞龙真是林家老祖杀的？说什么呢？这冯飞龙啊，内力深厚啊，就算他不敌林家老祖，但要是想跑，还是轻而易举的。大人，你又知道了，你能不能别老吹牛皮啊？哎，我可是用身体硬刚了冯飞龙一截，他内力的深厚，我还是清楚点的。哎，你不是就能死啊？浪费粮食你！林破军目无王法，我要看看上面怪罪下来，林家怎么解释？你有什么证据？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只不过碍于林家的权势，不敢议论罢了。别人惧怕林家，我黄有为不怕。今晚林家举办这场宴会，不就是为了让林破军出面澄清吗？林破军在哪儿？不敢出来了吗？谁在找我？谁在找我？张若虚，这尊大佛怎么来江陵呢？老李，你认识林老祖身边的人？以前有幸跟一位大人物和张若虚长老一起吃过一顿饭。不要多问，你只需要记住长老的来历，吓死人。刚才是你在叫我。林破军，冯飞龙之死，你总不要出来解释一下吧？你算什么东西，也配让我解释？果然是这个老小子。按照你的意思，你还认识林家老祖？当然，当年啊，临走的时候给他指点了几招啊，而且在走之前还给他了本破秘籍，倒是有点修炼的水平。没想到啊，都突破到了化境了。可惜啊，这个小老头的悟性不多。林家老祖高高在上，岂是你能够调侃开玩笑的？林老，你这是怎么了？
没事儿，没事。佳宇，我发现你一本正经、吹牛逼的样子，还挺可爱的嘛。别捣乱。有吗？张宇，有些事干是不能乱讲的，小心祸从口出。你能不能省点心啊？你刚到林家就当众废了林振斌，现在又出言侮辱林家老祖，你不死活的不耐烦了你？这事儿你能怪我吗？是你把我推到风口浪尖，那林家迟早得弄死我，还不如我先出击，帮你把那林振斌那个小子给先废了，以免他到时候再来骚扰你。对吧？你的咸猪手要是敢乱，我就把他给剁了。那你不应该感谢我呀？你想的倒是挺全面的，不过你现在应该好好的想一想，怎么能活着离开林家吧？这不是有你保护我的吗？小雨，你现在这个样子好贱啊！什么？这个妖孽怎么会出现在林家？不行，待会儿我得亲自去拜访他一下，否则这妖孽一不开心，真能把林家给血洗了。老祖，你可得为振兵做主啊！你身为林界的人，当着这么多外人哭哭啼啼，成何体统？此人无法无天，今天竟然在宴会上亲手废了振兵，说什么？他要给林家一个说法。外界传言，林家老祖最为护短，林振兵身为他最疼爱的孙子，如今被人废掉，只怕老祖一怒之下会伤及江鱼性命。你太冲动了，废掉林振兵的过程虽然爽快，但到了承担后果的时候，看你怎么办。完了完了，林家老祖可是传说中的化境宗师，弄死江鱼跟玩似的。住嘴！你也以为老夫不知道林振兵养着林家的权势，在外面欺男霸女，恃强凌弱，如今落得现在的下场，不过是因果循环，他自作自受。老祖，你说什么？振兵可是您最疼爱的孙子啊！若不是你们平日太过纵容娇惯，怎么会结得如今的恶果？不要再说了。我与冯飞龙曾有几面之缘，虽然算不上朋友，但我对他颇具好感。我林破军一言九鼎，敢做敢当。那冯飞龙之死，绝对和我毫无半点关系。除了你，谁还有斩杀宗师的实力啊？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或许他冯飞龙遇到什么更厉害的存在，也不好说。宗师出手必有缘由。你们口口声声说我杀了冯飞龙，那么你们说说，我的目的是什么？林老祖嘴长在你身上，随你怎么说，反正大家都奈何不了你。这件事情我可以替林兄作证。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和林兄在一起商讨武界的大事，直到冯飞龙的死讯传开，我们才赶往江陵。他怎么可能有机会出手呢？这老头是谁啊？连长老都站出来替林老祖澄清，恐怕这件事十有八九跟林老祖有关了。林兄，这位长老背景很大吗？武道高手，具备种种功能，普通人远非对手。如果这群人不加以约束，这个世界岂不乱套？不错，话是这样说。所以国家创建了武道联盟，专门震慑民间高手。张若虚正是武联的高层之一，天下化境见了也得毕恭毕敬。原来如此，没想到咱们生活的世界还有这等离奇的事情。林老祖居然连张若虚这等大佐都请来助拳，看来这一局是我输了。既然是误会，我等就先告辞了。要不我们也走吧？站住！既然老祖不光，那我这个当妈的可要给他讨个说法。退下！我林
破军1000没死，林家轮不到你们做主。可是，老祖，此人当众行凶，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把郑斌打成重伤，怎么能轻易放过他呢？今晚你真的让他们走了，今后林家在整个江陵还有何威信可言？太甚！你随我出来一下。林爷爷，江宇他是一时冲动才犯下大错，还请林爷爷高抬贵手。我叫他随我出去，只是问清楚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若他林振兵真的有错，我自然不会包庇。随我来。小子，看老祖到时候怎么收拾你！放心吧。小子，还不把你犯下的罪行如实的告诉老祖？张老儿见过江前辈。张老儿见过江前辈。老祖，您这是干什么呀？给我闭嘴！小老头，我还以为你是贵人多忘事儿，把我给忘了呢。小老儿怎敢忘记江前辈的指点之恩？若没有江前辈，恐怕我终极一生都不可能踏入化境。行了，起来吧，起来吧，老头儿，算你还明辨是非，不然你林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小老儿一直也没有忘记前辈的教导，我始终也没有做过仗势欺人的事啊。行了，江宇，拜见长老。小子，上一次一别已经5、6年了吧？听你老师说，你不到30岁就已经踏入了先天之境了。什么前辈？您已经踏入先天境了？侥幸罢了。方才我还想介绍前辈与长老认识，没想到你们早就……我与张飘友早就认识了。说起来，他师傅还是创建5连的发起人之一呀。那既然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张加油，别忘了带我向你老师问好哦。长老放心。老头儿，告诉你孙子，从今往后不要再打我老婆的主意。如果再敢骚扰他，我不介意替你清理门户。走了。前辈，请放心。长老，见笑了。先天下之皆蝼蚁呀！你能在他面前撑这么长时间，已经实属不易了。这小子越来越有意思。老伙计，过不了多长时间，你的弟子就要超过你喽！快起来！方才江前辈所讲，你们都听到了。是，我们一定会把这小子看好的。前辈之所以留他一命，完全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手下留情。那个江前辈是谁呀？不该打听的就不要打听，你们只需要知道，如果他愿意动动手指，顷刻间就可灭了林家。别怪我没提醒你们，要是那小子再继续为非作歹，我会亲手了结他，以免他断送了林家100年大业。还好林老祖德高望重，了解了事情的缘由之后，便不再为难于你，否则今天你怎能活着离开林家？听你这话的意思，我还要感谢他林破军吗？江宇，有的时候我还是挺佩服你的，在你的眼里，你的命就这么不重要吗？你是在关心我吗？好了，陈总，你就别怪江宇了。说到底，他还不是为了帮你嘛。哎，小女子，你站哪边呀？
这个林破军啊，可没这么好心。什么意思啊？误入化界，自称宗师，这类人手中握着强大的力量，若是能与你心平气和的讲道理，像他这样的人，水滴石穿，浪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修炼来的力量，那又有何意义？照你所说，如果林老祖不是一个讲道理的人，那你废掉林振斌之后，他怎么会这么好心放过你呢？可能是我的拳头大，他打不过我，所以只能跟我讲道理喽。这姓姜的死了没？你个混账东西！知不知道今天晚上差点害得我们林家几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哎呀，算了，别生气了。再怎么说，那振斌也是你亲儿子呀！啊，来吃个苹果消消气吧。我吃个屁！平日里我再三的警告你，不要在外面做那些仗势欺人的事儿。你拿老子的话当做耳旁风吗？那姓林的，明明是那小子毁了振斌，你老说他干什么呀？啊，你有气找那小子撒去！你没看到老祖在他面前低声下气的样子吗？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我敢找他撒气，我是去找死了我！振斌，我看这事就算了吧。江玉那身份，咱林家惹不起。我警告你，再敢去骚扰陈可辛，不用老祖动手了，这个当爹的亲自捏死你！走。年纪越大胆越小，你们怕他，我可不怕。有点意思，江林居然还有林家不敢惹的人。延年益寿，减缓衰老，那款神药事关重大，背后代表着亿万财富。不管你用什么方法，都必须给我拿到手。林振斌，我会让身边的女卫前来助你。他身为宗师榜第5的大宗师，对付一些寻常的化境绰绰有余。你放心，我随后就到。李少，如果事情办砸了，我会亲手把你毒送灭口。李少，你放心，我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也会把那款神药搞到手。事后我会遵守承诺，祝你成为下一任林家之主。姓姜的，我林家惹不起你，但京城吕家总惹得起你吧？你不说话的时候还蛮可爱的嘛。你身为吕家的嫡系，却未婚先孕，败坏门风，让整个吕家成为京城的笑柄。我已经跟吕家断绝了一切关系，我这一想把你的手，你们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嘿，没办法，老太太让前来清理门户，今天正好用吕家满门姓名，让其他人知道背叛吕家的下场。也应该感谢我灭了江家，这样你在黄泉路上也不会感到孤单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吕家还认不认识我？当年你们对我母亲的所作所为，我一定会百倍偿还。我会尽快帮你扫除身边的障碍，然后入京复仇。天佑
一定不能落到林家手里，否则从此以后三大家族加起来也不是林家的对手。林家已经有一位武道宗师坐镇，如果再加上亿万财富，我想想都觉得可怕。陈可辛一日不死，三大家族的暗杀就一日不能停。看来我猜的没错。谁？上次你们暗杀陈可辛失败后，到现在，你们三大家族都贼心不死。别白费力气了，在我进来之前，你门口的那些守卫已经被我解决掉了。今晚我在林家见过你，你是陈可辛身边那个小保镖，他能悄无声息地解决我外面的手下，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办公室里。如果他想杀我，我早就死了。阁下深夜来访，不知有何指教？指教谈不上，只不过想帮陈可辛处决一些后患罢了。我听不懂你的意思。既然你都说了，我是陈可辛身边的保镖，那你们三大家族带人去暗杀他，这是不是该问问我的意思呢？小子，我承认你能站在这儿，是有一些本事能帮身的，但在三大家族面前，你还不够看。我劝你不要趟这趟浑水，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是啊，说的没错，你们还真是不长记性啊！连冯飞龙和干将莫耶都死了，你们还敢一而再再而三的刺杀陈可辛？可惜啊，你们就算派再多的大宗师来，也都是白白送死。这里是500万，哼，只要你从陈可辛身边消失，都可以拿死。你当一辈子保镖，也未必能赚这么多钱吧？这么点钱，打发叫花子的呢？这到底是什么人？为何非要架我三大家族的梁子？我是谁？以你的身份和地位，还没有资格知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冯飞龙他们三人的死是我杀的。什么？三人是你杀的？这个呢，叫钻心咒，一旦入体，可让人生不如死。快住手！感觉我自己身体快要被撕碎了只要你听说我，那我做什么都可以啊！我所施展的真心咒，连大宗师都承受不了，何况你一个普通人？行了，起来吧。这是你们暗杀陈可辛给你们的一个教训。如果让我知道你们再敢暗杀陈可辛，我不介意灭了你们三大家族。哎呀，差点忘了，上次你们暗杀陈可辛，这精神损失费还没要呢。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不多，10个亿。什么？你疯了？你知不知道10个亿是什么概念？不好意思啊，我还真不知道。你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黄总，这要钱要命自己选了。我可以不杀你，不过每天可以让你感受一下钻心咒的滋味。成了，我给还不成吗？那钻心咒，我宁愿死，也不愿提第二年。你看你，早这么开窍，何必遭这么多的罪？这是我花期银行，按你的钻石黑卡，1年正好10个亿。我突然觉得，你们暗杀陈可辛也未尝不好。每刺杀一次呢，就给我10个亿，随便你们怎么折腾，只要给钱就好。对了，别忘了提醒剩下的2大家族，
想啥可以，记得每次给钱。如果想便宜呀，我给你们想了一个招，包月啊，给你们能打折。走了。你知不知道刚才你求饶的样子？好贱嘞！这个打3分。哟，起来了，看看怎么样？没想到你这个挡箭牌，居然还会做饭呢。我不仅会做饭，只要钱到位，我什么都能干。要不你试试？不吃，分开。长得帅又会做饭，陈总，你要不嫁的话，我就嫁了。我是不是平时给你安排的工作还不够多呀？啊，太空赏男人！等，陈总，我错了吗？我这不是为了您的终身大事着想吗？你个小白椒，还是管好你自己吧。听米粒说，你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有回来，干嘛去了？去三大家族。你去三大家族干什么？也没干什么，只不过压了10个亿。你以为三大家族是慈善机构啊？你咋不说压了100个亿呢？要少了。喂，米粒，立刻去公司，出大事了。陈总，出什么事儿了？天耀吃死人了！不可能，天耀从研发到推广上市，期间做了无数次的临床实验，光是各种数据结果就能堆满一个房间，怎么能吃死人呢？先去公司再说，董事会的人已经在等我们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无论真假，都明显超出了陈可辛的能力范围。这么大的事情，居然迟到了10多分钟。陈总，你这个首席董事长是怎么当的？事发突然，陈总刚收到消息，就立刻赶过来。赵董事，又何必在这阴阳怪气呢？陈总，看你干的好事，你知不知道天耀事件能毁掉整个集团？周董事，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啊？当初天耀让集团市值突破万亿的时候，你怎么不挑陈总而刺？董事会说话，哪有你一个小秘书插嘴的份儿？现在情况怎么样？都已经闹出人命了，你觉得呢？哎呀，现在周刊杂志、论坛新闻都传爆了，相关部门的调查组这几天就到。我们开公司是赚钱的，不是谋财害命的。是呀，现在集团市值涨跌如何？陈总，你居然还在关心集团市值，你应该担心一下你自己会坐多少年的牢。你还是先看看你面前的报纸吧。死者家属怎么样了？还能怎么样？当然是接受记者的采访报道。这件事很快就会传遍世界。我该怎么办？一旦处理不好，我多年的心血会在几天内荡然无存。放心，有我在。鉴于集团现在的情况，我提议董事会罢免陈可辛首席董事长职务。同意，同意，同意。陈可辛，你现在已经彻底身败名裂了。你如果替集团考虑，就让出董事长位置。原来是在这儿，等着呢。你同意什么呀？什么你就同意？滚！这招高啊！利用天耀这件事情做文章，再让媒体放大，用舆论的压力逼可心下台，确实高啊！事情调查清楚之前，陈总是绝对不会退出董事长位置的。小丫头，你就没有听出来吗？他们就是拿这个事儿做一个幌子，就算没有这件事儿，他们也会找其他的借口逼可心下台。其实我挺好奇的，
能让你们这么多董事联合起来，看来这个幕后的人来头不小啊！可惜了，你们的如意算盘打空了。小子，你谁呀？今天是我们集团的内部会议，谁带你进来的？你少等着乱嚼舌头，往我们身上泼脏水。首席董事长的位置，有能者居之。陈可辛能力不足，就该让出去。江前辈说什么，你们心里清楚。江前辈说什么，你们心里清楚。林老总，您怎么来了？我只是受人之托，来还陈小姐一个清白。进来吧。这不是死者家属吗？我说过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还来干什么？对不起，陈总，您是被诬陷的，天耀根本就没吃死人。是的，给了我们一笔钱，这是我们做的。赵董事，你是不是该给我个解释？继续说。我们和他的电话录音、转账记录一直都留着。信口雌黄，污蔑老子！保安在哪？把他们给我赶出去！今日谁敢动，我便扭断他的脖子。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陈总放心，我们会找记者澄清整件事，还您一个公道。你们先回去吧。可惜，看到了吗？这就是所谓的真心所养出来的白眼狼。你们几个就等着坐穿牢底吧。陈总，不关我们的事，是李少胁迫我们做的。如果我们不服从李超安排，他就会让我们永远消失。陈总，求你放过我们这一次吧。放过你们简单，拿出你们手中的股份卖给可心，从此消失在可心面前。只要陈总能放我们，合同现在就可以签。可惜，谢过林老总。老夫我只是做个顺水人情，若陈小姐一定要谢的话，就谢江前辈。难道是江宇把你请过来的？老小儿，帮我去办一件事情，完事儿来陈可辛的公司找我。千里传音，前辈的神通越来越出神入化了。江宇，这一次真的很感谢你，如果不是你的话，我真是无计可施了。奇怪，林老祖的岁数明明比江玉大许多，为什么他却称呼江玉为前辈呢？事情已了，小老儿先行告退。且慢，小老儿，这件事情我欠你个人情。这3根金针你也拿着，日后有任何事情，我可以出3次手。小老儿，多谢江前辈，告辞。江宇，你出3次手的机会很珍贵吗？还好吧，之前有个100亿身家的人，还在门口跪了3天3夜，我才勉强同意。一群贩子，一点小事都办不好。本以为能兵不血刃的拿下天耀，然后换个名字重新包装上市，结果被这群废物给搞砸了。李少，现在怎么办？敢插手我的事，就让他付出代价去杀了林伯君。等林伯君死了，我就立刻让你坐上林家家主的位置。多谢李少，那个东西早就该死了，一把年纪占着茅坑不拉屎，搞得我们这些小辈没机会上位。对了，李少，你得让隐卫小心一点，最近江里可不大太平，就连冯飞龙的武道宗师都死了。放心吧，我早有准备。有劳了。他什么时候来的？他什么时候来的？黑灭夜行，阎罗索命，他正是宗师榜排名第1的黑灭夜罗。
你区区凡人，怎能窥探他的行踪？宗师保第一，与其躲在背后策划阴谋诡计，不如用绝对的实力碾压过去。去把陈可辛带到我面前，交出天药，或者死。哎呀，你会不会按摩呀？女人嘛，你按的温柔点嘛。不错啊，孺子可教也。等等，小腿也按一按。佳宇，你不要得寸进尺啊！要不是看在你帮我公司度过了生死危机的份上，姑奶奶才懒得伺候你呢。你要是不想伺候我也行，要不我们换一个别的报恩方式。什么方式啊？以身相许。那就要看你的表现喽。你是谁？为何会出现在我家里？事情紧急，在下用了点非常手段，还请陈小姐见谅。林家有难，我奉老祖之命，来请前辈出手。你们几个畜生，我早就该一巴掌拍死你们！老祖啊，你也不能怪我，毕竟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这么做也是想让林家更上一层楼啊。但是你们这些老不死，一天不死，我他妈就一天没有机会。从今天开始，我就是林家的主子。你死后，我们依然会把你送到林家祠堂，每日以香火供奉。老祖，您呀就放心的去吧。劳烦影卫大人出手杀了这两个东西。你们真以为我输了吗？老东西，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你看看你的手下，可比那个人杀光了。就连你都身受重伤，你还有何底气与我们为敌？那我就是他的底牌，你们觉得够吗？够不够？还敢来见老子？我为什么不敢来呢？怎么，我还怕你吃了我呀？你害得老子后半辈子都碰不了女人。既然你这么喜欢陈可辛，我就等你死了之后找100个乞丐轮流陪他。给我杀他！影卫可是宗师排行榜第5的大宗师，一生百善，从无败绩。我今天就要看看他是怎么捏死你。拿出你的全部实力吧，太弱了。连我一手指都接不住，就这实力，还敢自称是大宗师？你是谁？我家主，听你训。连我一手指都接不住，还敢说自己是大宗师？
赤杀化境，这就是大宗师的力量。你到底是谁啊？老总，我们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啊！我们都是林家血脉呀！是。闭嘴！想不到我林家100年血脉传承，在这一代竟然养出了几个家贼！列祖列宗，今天我就当着你们的面，给林家清理门后！站住！我虽然受伤，为了你们3个，处处有余。吊眉山，江宁第1美女董事长，果然名不虚传啊！哎，可惜了，如果你今天不交出天药的配方，注定要在这香消玉殒啊！看来这款天药的价值远超我的想象，竟然连京城的吕家都惊动。吕家老爷子大寿将至，家族那些2代长辈们大多数碌碌无为，难当重任，所以老爷子决定从3代小辈里挑选出下一任家主。如果我拿到天药，凭借这份弓箭就能一鼓作气击败其他竞争者，继承家主的位置。恐怕要让吕大少失望了，我就是死，也绝对不会把天药的配方交给你。这可由不得你啊！你现在落在我手里，我有无数个办法让你乖乖交出配方。你别过来！你动他一下试试。本想择日入京，替我母亲李四草子的说法，没想到啊，今日你们自己送上门了。你是吕素所留下来的孽种啊！你果然还活着呀！没错，如你所愿，我活得潇洒自在。当年吕叔带着黑面阎罗血洗江家，回头遗漏了你，这就是斩草不除根的后果。爸妈，江家的所有人，今日我用他们的脑袋来击败你们的在天之力。今天给你个机会，完成当年没有完成。看来你果然晋升到了先天境了。不过你这内力看似雄厚，实则却无法汇集于一处。看来你这先天境也是靠旁门左道所提升上来的呀。我也没想到，这江陵除我之外，竟还有第2个先天境高手存在。什么？他步入了先天之境。他步入了先天之境。
这一切该结束了。为什么我们周围新联境高手，我却敌不过你？武道宗师皆有强弱，步入先天，其中的差距更是天壤之别。你步入先天之前，见我如井中蛙，见天上月；你步入先天之后，见我如一缕浮游，见青天。原来江宇之前说的那些都不是吹牛啊！该结束了。下去，给我的家人赔罪！给我的家人赔罪吧！我是吕家大少，你这个孽种，敢动我一根汗毛，吕家是不会放过你的。那正好啊，打断你的神髓，择日入京，正好送给吕家一份大礼。这辈子你就在轮椅上生活。没事吧？没事吧？江宇，原来你这么厉害啊！这一次我又救了你的命，上一次答应我的事，考虑的怎么样了？混蛋，就知道占我便宜。那你说呢？我答应了。那你该叫我什么呀？老公。走，老公带你回家。